瓦西里椅 Wesley Chair， 它最一开始的名称是 B3 椅，是知名建筑师，也是知名家具设计师马歇尔·布劳耶在1925年的作品。这是世界上第一张钢管椅，即使经过了将近1个世纪，布劳耶的家具设计依然看起来新颖。虽然瓦西里椅并不是专门为同为包豪斯学院讲师 Wesley Kandinsky 所设计，但 Wesley Kandinsky 对这张材料革新、设计新颖的椅子赞誉有加。受鼓励的布劳耶开始与家具商合作制造 B3 椅，布劳耶也将几张 B3 椅送到 Wesley 的个人宿舍当作礼物。过了几十年之后，在60年代，意大利家具制造公司 Gavina Accipia 得知当时布劳耶与瓦西里的故事，于是将这张 B3 椅以瓦西里的名称再次发行。从此 B3 椅才变成我们熟知的瓦西里椅。马歇尔·布劳耶1902年出生于匈牙利，18岁时为了学习艺术而离开家乡。他曾经是包豪斯学院创始人 Walter Gropius 最年轻的门徒，后来成为现代设计风格运动的重要人物。他在建筑与家具设计中具有同样的成就。布劳耶在完成包豪斯基础课程之后，1921年成为6学徒之一，并在家具工坊开始创作家具。期间，他的作品都有相当出色的水准，因此人们也称他为工匠大师。布劳耶在毕业后曾短暂旅居巴黎，可惜那是一段不愉快的回忆。1925年，包豪斯创办人兼校长 Walter Gropius 邀请他回包豪斯学院带领家具工坊。布劳耶回德国后，很快地投入了利用弯曲钢管为主体的瓦西里椅的设计中。布劳耶利用钢管与皮革或布料结合，设计出功能实用而且造型现代化的家具，成功展现了包豪斯学派的目标，融合艺术与工业。布劳耶所设计的家具中包含椅子、桌子、茶几等等。他也是第一个用电镀镍来装饰金属的设计师。布劳耶曾说过，金属家具是现代居家的一部分，它并没有特定的风格，因为除了用途跟必要的结构之外，金属家具并不期待达到任何特定的风格。这个概念超越了之前家具以木材手工艺为基础的标准。同时，布劳耶还为家具工厂设计了标准化家具。这种标准化家具的生产方式为现代大批量化的家具制作奠定了基础。布劳耶在1933年离开包豪斯学院之后，又到了柏林学习建筑设计。定居在美国之后的布劳耶也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建筑设计专案，例如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位于巴黎的总部、纽约 Whitney 美术馆、以及马里兰州的 Hooper House 2。1968年，布劳耶获得美国建筑协会金质奖章。布劳耶在1925到28年之间所设计的家具，几乎都是授权一间德国柏林的家具厂商生产，唯独这张 B3 椅当时没有授权这间家具厂商。马歇尔最后是将这张 B3 椅卖给一间意大利家具公司，也就是开头所提到的 Gavina Accipia 公司。公司创办人 Dino Gavinian 虽然同为家具设计师，也致力推动现代化设计，但最终公司因为营运不善而遭破产。1968年，知名家具公司 No 看中了 Gavina Accipia 收藏不少布劳耶的家具，便将 Gavina Accipia 购入，因此获得了马歇尔家具的制造权利。瓦西里椅的骨架材料是布劳耶受到脚踏车龙头的启发。那弯曲的钢管对我们现在来说是稀松平常的物件，但对当时的科技发展来说则是新的事物。在 No 对布劳耶的一段采访中，布劳耶说，那是我23岁，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认识了一位年轻的建筑师，我买了第一台脚踏车，我告诉那位建筑师，我觉得脚踏车是一个完美的产品，因为在过去的20-30年中，脚踏车没有做出任何改变，它维持着最原先的样子。那位建筑师问我，你有没有看过脚踏车的制作过程？
看是怎么将钢管折弯成龙头，你一定会对那个制造过程很有兴趣，因为他们弯折钢管就像在弯通心面一样容易。当时的我非常着迷于通透的形体，这使我开始思考，利用钢管折成家具的骨架，或许可以做出有弹性跟通透感的家具。在实验过程中，我意识到我需要进一步的探索钢管的弯折技术。我希望在设计中只有折弯的钢管，而不需要任何焊接，因此钢管才能电镀。就这样，我制作了第一张瓦西里椅。当时的我害怕受到批判，所以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在做这项实验。直到有一天 Wassily Kandinsky 走进我的工作室，看到这张椅子，他问我这是什么。他对这张椅子非常有兴趣，包豪斯学院也是。1年之后，我用这张椅子来摆设整个包豪斯学院。瓦西里椅在1926年被设计出来之后，便为现代化家具开启了新的纪元。瓦西里椅的坐垫、靠背与扶手各由一个平面组成，弯曲的钢管构成了开放式的骨架，椅脚互相平行，再利用皮革或布料当坐垫与靠背。就当时盛行庞大笨重俱乐部椅的年代，布劳耶用简单的材料与结构，结合出一张改变人们对座椅既定印象的椅子。最初版本的 B3 椅是用布料作为靠背与椅垫，但在2战之后，瓦西里以白色、黑色、棕色的皮革作为特色，再度回归舞台，而皮革版本的瓦西里椅从此变成了经典款。这张看起来复杂的椅子，但其结构却简单，这种反差更是让它赢得许多博物馆的青睐，将它收为典藏。不论室内设计是复古风格或是现代感，瓦西里椅都能以优雅的方式融入其中。这个将近100岁的瓦西里椅，即使在2022年，照样是建筑师与室内设计师的爱品。与最新的家具款相比，仍不逊色。如今 No 将不同的布料材质与样式与瓦西里椅结合，顾客可以依照自己的喜爱选择适合他们的布料。除了官方网页的7种基本皮革选择，顾客也可以在 No Textile 选择其他的皮革款式。在那里，你可以找到许多颜色的皮革或者毛料皮革。2018年 No 推出了金色骨架的瓦西里椅，这款 18K 的镀金表面隐约的展现奢华，但仍保持瓦西里椅最一开始的简单理念。虽然瓦西里椅的设计版权已经过期，但瓦西里椅这个注册商标名称仍然被 No 所拥有，所以即使这款椅子的设计可以被其他的家具制造商制造，但他们只能用不一样的名称发行。价位方面，因为现在每间家具制造商都可以制造这款椅子，所以便任各公司定价。我在这里提供美国 No 官方价格给大家参考。帆布版本的瓦西里椅售价是$3330，折合台币是105891元。皮革版本的瓦西里椅售价是$3561，折合台币为113236元。而金色的框架售价是$5356，折合台币为170315元。以上的价格都是税前的零售价。由 No 发行的瓦西里椅底部会有 No Studio 的 logo 以及马歇尔·布劳耶的签名。布劳耶曾说：“我曾以为这张椅子会是我所有的设计中让我得到最多恶评的一张椅子。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谢谢布劳耶捧着担忧的心，却还是继续走下去，因此才有那么美的作品让我们后世赞叹。这让我想起在设计学校中的日子，每一天，每一个练习都充满着自我怀疑，害怕 Pin Up Day 这天会受到教授怎么样的评语，同学们会怎么样看我的设计。但即便如此，路还是要走，设计还是要进行。设计很主观，在没有对与错的设计产业中，更容易有各种批判与意见的出现。在 Design School 里面，我除了学到了技能，我也领悟了设计的心。要成为一名设计师，需要谦虚地聆听各方意见，坦然地面对批评，果断地做出决定，并勇敢地为自己设计发声。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希望你们喜欢，拜拜。